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在最近哦，应该可能随着中美的对抗加剧哦，再加上我们看到了俄乌战争之后哦，所有的民主阵营哦，对于威权体制的一些担忧，再加上哦，我们看起来有一些在台湾来讲的话，是一些选举升温哦。我们看起来台湾内部现在又有许多以美论哦，又开始了哦，这感觉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哦。但是我们看起来这个也有一些加温的现象哦，是不是因为刚刚前述的这些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所谓的以美的部分哦，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值得我们好好来了解一下台湾美国的关系哦，到底怎么了？那这中间是不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好好来观察的事项哦？那我们开心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明老师你好。主持人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明老师这段期间台湾当这个以美非常多元哦，包含我们也许在其他节目大家有看到，包含这个国民党的他这种国际部主任在谈到这个海峡，虽然他说了事后曾经说没有，我们这个不同意内海说，但又说美国这个论述又站不住脚。重点是我觉得有点压抑的是说，我不希望美国跟中国到万一打仗的时候榴弹波及到台湾，我就要想问美国每次在这边巡逻是为了谁？所以老师到底怎么回事？可不可以请老师也跟我们说明一下？对你说这个话，我也注意到，也的确真的非常奇怪啊，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不过你说的话的核心呢，就是台湾社会的以美论，就是怀疑美国的论调，的确最近越来越严重。而严重的原因呢，我们最后再说。最近我看到几件事情在台湾社会上流传，就谈以美论呢，谈的特别多。第一件事情就是前几个礼拜我们也谈过了，就是印太经济架构。当初美国提出印太经济架构，台湾很多人就说我们会第一批参加等等。好，那后来第一个名单出来之后，结果台湾没有在这个名单里面，那就有很多种奇奇怪怪的论调出来。有趣的是讲各种论调的呢，几乎都是同一批人。都是同一批人，我们就不点名了，各位上网络就可以看得到，都是同一批人。可是他们讲的论调呢，自相矛盾，各种说法自相矛盾。我们一点点讲给大家听，大家就明白了。他们自相矛盾，但是更奇怪就是他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把结论讲给大家听：台湾能参加 IPEF 是美国想搞鬼，台湾不能参加 IPEF 也是美国在搞鬼。所以就是美国让跟不让台湾参加 IPEF 都是美国的错。那不说其他的所以这是最核心的论调。那我们仔细来看他们说了什么。第一种论调是台湾跟美国买了武器，又开放了美猪进口，所以美国应该让台湾参加 IPEF， 就印太经济架构。然后的名单公布出来，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台湾不在第一批名单里面，然后同样这批人讲说台湾没有被纳进去，然后所以台湾呢被美国抛弃了，美国抛弃台湾。我们之前节目上就预测过，我们认为美国呢是想搞印太经济架构，但是呢他暂时不想把印太经济架构呢把中共包进去，因为印太经济架构坦白说是对抗中共在这个地区性跟全球性的这种不公平经济贸易行为跟政治动作。所以印太经济架构呢，当然不会包括中共在内。当然，美国没有把话说死。美国说我们是开放的，谁来我都会考虑让进来。但是我们猜是不会的。所以美国大概很长时间之内不会让中共参加印太经济架构。那么中共不参加印太经济架构，大家觉得说台湾应该进去。当时我们预测，美国第一批不会让台湾进去，甚至很长时间台湾不会进去。那大家说那不是被抛弃了吗？我们不是这样看的。我们认为美国不愿意激怒中共，所以呢就台海两边都不进来。但是呢，美国的确要拉拢台湾。台湾对美国有大家一般不容易想象到的重要性，除了什么晶片啦、台积电护国神山之外，还有战略位置等等，这些都不在话下。我们将有空再详细说。美国对台湾如果不让进入印太经济架构的话，我们当时预测是美国对台湾或者说另外的安排，而这安排呢，恐怕只会比印太经济架构要好，而不会差。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是站在美国对抗中共的第一线，
美国必须拉拢台湾，但是因为它跟中共有正式的邦交，跟我们没有。如果跟我们有邦交，跟中国没邦交的话，它毫不犹豫会拉进来，就跟当年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是一样的。但是因为现在情势刚好反转过来，所以美国即便想拉拢台湾，它不能这么公开的做，它能做就是我对台湾会做单独的双边安排，但是安排呢，我们刚刚说了，绝对不会比印太经贸架构来的差。大家都不相信。讲完之后呢，大概几个礼拜吧，2个礼拜左右，可能甚至还不到，我们的贸易代表邓正中就跟美方开会了，然后很多细节开始铺陈了。所以所有这安排，大家往后看就晓得，只会比 IPEF 要好，而不会差。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有趣的，那更怪了。美国有人又说了，同样这批人呢，他在别的场合又说了。美国呢，让台湾要参加印太经济架构，或者美国这样拉拢台湾，就是要把台湾变成战场。这说法更荒唐。所以你看，台湾进 IPEF， 那是美国要害台湾；台湾不进 IPEF， 也是美国要害台湾。那你说不同的人说这些话，那我倒也算了。那就是说，你们这个2种说法，你们来协调一下。现在有趣是，同一批人在说2种。这个截然相反的说法，他自己不觉得奇怪？他难道不觉得神经错乱吗？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名嘴，他们在不同的场合说这些东西。我认为美国当然可以批评，我也不是说美国一定不会牺牲台湾，就像最后如果有必要，台湾也会牺牲美国是一样的意思，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最高利益，这个最高利益是自己在掌握。如果有一天我觉得说我抛弃美国对我台湾更有利的话，我可以抛弃美国。那反过来说，如果台湾可以抛弃美国的话，美国为什么不可以抛弃台湾呢？所以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我倒不是说不能批评，我当然可以，我只是说批评的立场你自己本身是要一致的，你逻辑必须站得住脚，否则就变成说是第一呢为反对而反对，第二就是你有没有仔细想过，你所有批评美国这论调，你从哪里听来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最后再谈。我非常同意老师所说的哦，我觉得有很多人的批判逻辑性是不一致，然后为反对而反对哦。而且这种说法不只是刚刚提到在经济的部分，其实在军事也是。你们不是说美国第一岛链台湾是重要的位置吗？所以在最近我们看到亚太26国的海军都，你说3国我没有被列在里面，就算26国怎么排？为什么没有台湾？台湾这么小吗？他们还是觉得美国不是跟台湾那么重要？我们台湾都用美军的系统。然后不是都说什么私下都有交往，那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场合宣誓的意义一样，就是没有找台湾呢？对啊，就是同样的逻辑嘛。所以如果说刚才前一题大家听懂的话，这题逻辑是一样的。美国跟中共毕竟还是有正式邦交的，美国跟台湾毕竟是没有正式邦交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邀请台湾直接参加的话，那坦白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过度刺激。对美国而言呢，我当然是对抗中共，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中共也是心知肚明，所以26国的这个演习呢，就是对抗中共的，大家都知道，中共也很清楚。但如果在这时候你真的把台湾直接拉进来的话，那美国坦白说不太好做人。不过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哈，去年同样演习的时候，有一个新闻报道，当多国在那边演习的时候，台湾的4艘记者舰在旁边。有过这个新闻吧？今年我不敢说一定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但是呢，我再说一次，这件事情美国思考的逻辑跟台湾方面思考逻辑跟上一些逻辑是一模一样的。这第一个部分。那跟这个相关的，刚才主持人也约了提到，就是军售的问题。军售呢，同样有2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美国人就是想赚台湾钱，所以这个卖武器给台湾。好，那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就是，美国人卖武器给台湾呢，就是要把台湾推上战场，让台湾跟中共打仗。好，它这样有2个逻辑。第一个逻辑就是要赚钱，那跟刚刚第一个一样。第二就是让中国人自相残杀。这话就更奇怪了。我们再往下看，我们过去的节目上多次跟大家讲过，美国呢不愿意跟中共打仗。美国不愿意跟中国打仗，并不是害怕中共。美国自己的战略规划，我们过去一直讲，美国在2战以后想得很清楚，它的战略规划就是打2场半战争。
什么叫2场半战争呢？我可以在世界各地打2场完整的战争，包括对付最强国家在内，2场最完整战争，再打半场战争，叫2场半战争。所以美国的战略设计是如此，他现在兵力也的确是如此。别的不要说，你光说航母战斗群，美国的一个航母战斗群，一艘主力航母出来啊，核子动力，然后等等各种配备，它旁边有巡洋舰有巡洋舰跟这个驱逐舰，水底有潜水艇，然后运补舰，什么医疗船等等，然后空中还有防护，这么一个打击群出来或一个战斗群出来，我看过美军的这个航母战斗群的指挥官呢接受电视采访，他讲过，主持人问他你这个战斗群兵力有多强？那个指挥官说也还可以了，大概1对1来说的话，我一个战斗群啊可以打败100个以上的国家，不是全部一起打，就1对1这样打话，我的兵力超过100个国家，他绝对没有夸张啊，因为他有核武啊。好，那么。他说：“那这样子，美国这种核武战斗群有多少个呢？10到11个，巅峰是有12个。中共现在叫做打造第3艘航母，现在3艘航母里面呢，辽宁舰勉强叫做有战力，但辽宁舰的设备是非常落后的，我们就不细说了。山东舰的战力还没有完全形成，而这个最新出来这003呢，这福建号呢，它的战力呢，恐怕还好几年之后才形成。”就是说，能够真正打仗啊，开出去不算了，开出去走一下试车那不算，真正能够打仗派上用场啊，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美国的兵力非常强大。我现在不是说要帮美国吹嘘，我们只是说你真要打仗的话，你得把东西摊出来，硬体跟硬体，软体跟软体一层层这样比下去，才晓得能打不能打。这就是孙子兵法上说的妙算嘛。否则你不这样算的话，你怎么晓得说到底行不行呢？所以美国能打仗，但是能打仗一定说我就要打仗嘛？不是，美国的战略其实是不错的。他常常讲说，如果不打仗就能打赢人家的话，那是更好的事情。这就是孙子兵法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嘛。所以美国现在的战略的确是如此。那么你说，既然这样的话，他对台湾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们再说一次。美国对台湾或对台海的这个策略呢，叫战略模糊。战略模糊的意思就是，中共打台湾，我最后来不来救，我现在不讲，就到时候可能来救，可能不来救。那为什么这样子呢？第二层逻辑就是，战略模糊的背后是双重吓阻。第一重吓阻是吓阻中共。因为我不让中共知道说到时候我来不来，所以中共的判断说我到底打台湾的时候美国会不会来呢？也就我打台湾的时候最后会不会面对美国呢？我得想。当中共在想时，他犹豫，美国要的就是这犹豫。你一旦犹豫的时候，你就不敢截然动手，也就是这样就吓阻了，就至少增加了对中共对台湾发动攻击的吓阻的力量啊，这第一重吓阻。第二重吓阻是吓阻台湾。你说台湾这么小又不会闹事儿，那吓阻什么？在美国眼里面，任何国家都可能帮他导弹。所以如果美国不愿意跟中共爆发战争，不愿意跟中共爆发战争，还有第二层含义，中共有核子武器，所以美国不会随便动手打有核子武器的国家。北韩闹到这个样子，美国有没有打他？没有。然后这个伊朗闹到那样，美国打过他。然后这个对不起，伊朗没有打过伊拉克跟打过阿富汗。伊朗一看我左边的这个伊拉克被打了，右边的阿富汗被打了，所以美国要打我很可能，但伊朗毕竟是很强大的国家，美国没事都不会打他。伊朗用的都是美国当年最好的武器，当然现在不是了。美国会打这两个国家打得这么顺手呢？简单说，这两个国家都没有核子武器，而伊拉克是接近要有核子武器，所以美国要把它打掉。一旦他有了核子武器之后，美国就不敢动手了。所以北韩那么穷那么弱，但他有核子武器，美国怎么样都不敢动它。中共比北韩要强大得多啊！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比北韩强大很多，而且核子武器呢，从上到下都很完备，所以美国不会跟有核子武器国家爆发战争。不是打赢打不赢的问题，而是美国人从50年代发展原子弹和核子弹之后，它的核子战略呢逐步成型。它的核子战略呢，最后流布全世界，苏联后来接受了，现在俄罗斯当然也承继了。
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也接受了美国的核子战略。大家可能想不到，中共也接受了美国的核子战略。所以中共一发展出原子弹，他首先跟大家讲，我不首先使用。什么叫不首先使用？我有原子弹，你也晓得我有原子弹，然后必要时候我会用，但是我不首先使用。也就是，就算你来打我啊，你只要用传统武力来打我，我用传统武力回应，我不会首先使用核武。但这句话有一个但书，就是如果到国家要灭亡的时候，用或不用，他现在是说不首先使用，但到那时候我们还不敢讲，但至少他现在这么说的。那么也就是连中共都接受了美国的核子战略，美国害怕核子战争，中共同样害怕。好，那就讲回双重吓阻的另外一部分。刚才讲了双重吓阻，第二部分呢，就是吓阻台湾。大家说台湾那么小，怎么会给美国添麻烦？会，因为美国认为台湾如果公开宣布台独的话，中共就必须动手，而美国不能眼睁睁的看到台湾被中共打掉，不管这事儿是不是台湾惹出的麻烦，所以美国不希望因为台湾宣布台独而中共来打台独，所以美国必须主动吓阻台湾，你不要给我随便搞台独，免得你搞我去打仗。那美国担心说台湾有些聪明人，最后想到说，来，我们来搞台独，让美国帮我们打仗，我们台独就成功了。所以美国怕这件事情，所以美国警告台湾，你不要给我搞台独，你搞台独怎么样？美国骂得最凶的时候，就陈水扁总统当政的时候。陈总统倒不是真的要搞台独，他是玩台独牌，只是玩得凶了，美国怕了。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美国的战略模糊呢，它背后是双重吓阻，一方面吓阻中共不打台湾，二方面吓阻台湾你不要搞台独，避免两岸爆发战争，然后避免自己卷入战争。所以这样听完之后，大家认为美国希望两岸爆发战争吗？当然不希望。所以美国既然不希望两岸爆发战争的话，那卖武器给台湾是让台湾去爆发战争吗？还是让台湾避免战争？大家想想就明白了。那么也就是避免台海爆发战争，从头到尾都是美国的战略。美国当然不希望两岸爆发战争，美国更不希望台湾主动去挑起事情。所以双重吓阻呢是美国逻辑。卖武器给台湾，美国讲得很清楚，卖的是防御性武器。美国很长时间卖给台湾的武器呢，打击的这个距离呢不超过300公里，所以300公里就台湾海峡。那最近超过了，但是呢仍然非常有限。大家也注意到，这几个月来，美国谈对台湾的军售，扣掉一些东西，那么跟这个考虑呢有点关系。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就想赚钱，对，这个是对的。美国卖武器给台湾想赚钱，但反过来说，台湾有没有需要？有。台湾当然有需要买美国武器，因为台湾如果不买美国武器的话，台湾在全世界很难买到先进的武器对抗中共。台湾如果没有先进武器的话，大家觉得说两岸是会更和平呢，还是更不和平？大家一想就知道了。所以这第一层考虑。台湾跟美国买武器的第二层考虑就是买保险。那现在只是我到底是买贵了还是买便宜了？我不要做冤大头。那这点呢就不完全是美国的责任，我们自己有责任。那么也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好功课，要跟美国讨价还价，才不会当冤大头。所以买武器是要的，买保险是要必要的，只是不要买贵而已。是，我想这个部分大家值得来讨论。有时候我在看以美论的，都会好奇几个很重要的部分，就像接下来要请教老师的，就是说，常常还是会有人谈这个美国到底这个中共如果打台湾，到底美国会不会出手？其实老师刚刚提到那个参加26国的军演，这些在笑说美国没有来参与的人，我其实也想反问：如果台湾真的加入了呢？如果照刚明老师刚刚提到的，好啊。真的，美国就发函来邀请，我不知道这群人又不会说不要挑衅，你根本没事去加入这群人，这群疯子，你根本就不应该去啊！台湾就好好的顾好你自己，你没事不要生事，真难，都是你的话，没去就被笑，去了又说你这就叫挑衅，所以老师又是一个我觉得最直接的以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都怀疑美国根本不会来帮你，所以他才要战略模糊。对了，这个应该这么说吧。战略模糊这个事情，大家再仔细想一下就明白了。我们要回到你刚刚最核心的问题，就是
中共到时候打台湾的时候，美国最后会不会来救？我从头到尾就讲，这是一个假命题。我们前面说过，美国人不愿意跟中共作战，所以很多人就推论美国人不愿意跟中共作战，所以呢，最后他们不会来救台湾，因为他们害怕中共，他们害怕战争。美国不害怕战争啊，我得跟他讲啊，中共自己说美国是这建国到现在，尤其是这1战、2战以后强大以后，美国是世界上用兵最多的国家，这话没有错。那你反过来说，在人类社会当中，谁用武力最多？警察，警察用武力最多，所以警察用兵最多。但反过来，你去批评警察吗？那警察如果都收手的话，那你觉得社会上会怎么样子？是不是这个逻辑？好，我再回来说，美国不是害怕战争，我不是帮美国讲话，因为我是教美国外交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有一些专业知识跟大家分享。第一呢，美国不是害怕战争，美国是害怕跟一个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即便是爆发小规模传统战争的话，做恶性螺旋上升，走上核子大战。一旦走上核子大战的话，恐怕人类会灭亡，这个是美国担心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怎么面对强国呢？还是那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跟苏联周旋了半个世纪啊，从这个1948年、49年铁幕开始降下，到1991年苏联崩溃，前后这样搞了快半个世纪。美国何尝真正对苏联用兵？没有啊，基本上就是你苏联在哪边放火，我就派兵去维持秩序。批评美国用兵这话，你为什么不看那地方为什么最早先乱起来的？那地方最早怎么乱的？谁把它搞乱的？然后最后谁使得美国去出兵？如反过来说，那地方乱起来之后，如果美国不出兵啊，最后会怎么样子？也就是如果小偷出来杀人放火了，警察不出手，那最后会怎么样子？这逻辑是一样的。所以我再说一次，美国现在对中共呢，也希望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共也非常清楚，中共把这个叫做和平演变战略，这就是美国对中共的战略，也是美国当年对苏联的战略。那么今天对台海呢，我们再重复一次，双重吓阻，使得战争不在台海爆发，而不是说战争在台海爆发了，中共打台湾了，美国在说挣扎，说我到底来或不来救台湾。台湾人现在很多呢，在设了一个假命题，在自我辩论，我觉得这是不太清楚的。你如果再仔细看下去，远的不要说，光从近的，这一任是拜登，上任是川普，两任总统都非常清楚，就是吓阻战争在台海的爆发，翻成白话就是吓阻中共去来侵略台湾，就这么简单。但反过来也吓阻台湾宣布独立，然后引得中共来打。但是呢，如果你再仔细看的话，拜登跟川普相比呢，他一点超过川普的。川普比较像什么呢？西部牛仔啊，单打独斗啊，袖子一卷我就给你单挑了，然后你怎么样？拜登不是，拜登说我年纪比较大了，身体比较差，我一个人打不过你，来，我把大家都叫上，大家一起来围殴你。现在至少我没有围殴你，我摆出一个要围殴的姿态，让你不要去欺负你的邻居，这样好不好啊？好，是这么干的。中共当然非常不爽了。好了，那讲到这里就更好笑了。前一阵子有人就公开讲说，你美国既然说来帮台湾的话，你为什么不白纸黑字写下来呢？当然不能白纸黑字写下，白纸黑字写下来不就战略清晰了吗？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如果说希望台湾安全的话，你不是去要求美国白纸黑字写下来，你为什么不白纸黑字要求中共说你不要来侵略台湾呢？这不是更合逻辑吗？所以简单说，你要警察白纸黑字写下说，到时候我家被抢，你来救，你为什么不先去吓阻，或是去痛骂或抓起小偷或强盗呢？逻辑不是应该更是这样子吗？台湾人为什么我说以美论夷的荒唐就在这里啊？我再说是不是不可以欢迎美国？站在中华民国的国家利益跟国家这个价值观上面，我们该批评美国，当然批评美国。比如武器卖贵了，莱猪怎么样，我们当然可以批评，我们据理力争。但反过来，你不要说因为要骂美国而骂美国，而你骂美国很多东西呢，还是从中共那边来的呢。
这个部分当然也是更大的问题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假讯息哦非常的严重。台湾在过去许多的国际的报道里面，我们受到这种所谓的资讯战攻击，在台湾是一个非常热的点。我们相较其他的一些国家来讲，这所受到的一些危险更大。所以那怎么办呢？这些以美论有可能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在这今年尤其年底台湾的9合1选举，那可能会到一个高峰。有点让人家担心，那中共不断的在释放这些内容，台湾人真的只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吗？怎么办？我们看到啊，就是刚才提的这些以美论呢，它根本的源头从中共官媒出来的。大家仔细看一下，中共的这个新华社也好，或新华网，或者人民日报或环球时报，这3个是最主要的啊。那另外一些对台湾的宣传呢，就不在话下。中共非常清楚，台湾最后的安全保障来自于美国跟美日安保条约，所以如果不迫害台美关系，不迫害台日关系的话，中共想拿台湾，永远没办法绕开美国跟日本的这个保卫。那么破坏台美关系、破坏台日关系是他最核心的目的，所以他现在必须在台湾呢不断的散播这以美论。也就从心理上面使得台湾不相信美国人，然后使得台湾呢仇恨美国人，然后最后跟美国割裂。一旦跟美国割裂，跟日本割裂，台湾就被孤立。那个时候呢，中共摧毁台湾呢就非常容易。那再下一步就是摧毁台湾人的反共意志。如果美国都救不了你，美国不来帮你的话，那台湾面对共产主义呢，恐怕要非常困难。所以这个逻辑是非常简单、非常清楚的。我不明白，就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一些台湾的人呢，还附和这些话，还不断的大量转传这东西，包括很多名嘴呢在电视上讲。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呢，请大家想清楚、看清楚。他们传的管道呢，一个是脸书啊，一个是抖音，那再是微信了，还有各种各样的群组，就相关的群组。那我们说这东西呢，不只是说台湾人了，其实包括全球华人在内。我们多次呼吁大家要看懂今天的国际关系，要看懂今天两岸关系，要看懂中共对台湾的统战。现在的时间是我们反共了这么多年，美国现在率领全球的主要国家来跟我们这平行反共，而我们现在只要把美国推走，这逻辑是说不通的。而这样去做呢，只是对中共有利而已。所以大家看明白，要想明白，这真的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们每次都苦口婆心说要想明白，认知敌我的部分认得清楚。这个敌我其实仇美以美的部分，到最终就是你敌我不分了。那个我们举很多生活例子，你家里对面有个恶邻居，常常在恐吓你，然后呢，你今天怀疑，我不知道报警，警察会不会来？对，刚刚老师讲的，警察不是不能不批评，警察不是不能怀疑，警察不是不会跟黑道挂钩。但某种程度，你最起码相信，在法治社会，警察还是司法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来协助你。所以你可以怀疑他，但你不会说最好台湾不要有警察，你不会这样子来想。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你怀疑他，至少你还是相信，你只是希望有好警察。但回过头来说，你以美，你也许怀疑他，怀疑美国，怀疑有没有政治利益，甚至老师其实直接点破了，他一定为自己的利益。你不用讲了，我们这题目就直接谈美国的利益一定重于台湾，这不用讨论，我现在就可以下结论了。但回过头，即便是如此，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觉得他是不是还是你依赖倚重的？再怎么样，他还是一个你较为信任的伙伴，所以我想这个值得我们好好持续来关注。那今天很感谢明居正老师哦，也感谢大家收看。同样，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帮我们转传啊、按赞、订阅、分享，也欢迎留言啊。很多的观众朋友其实都有留了一些资讯，希望交给我们的来宾哦，特别有些是交给明老师哦。其实这些资讯资料我们都有汇整起来，有的是这个非常的扼要简洁的提出一些问题，有的也很有感触的写了一些很长篇的资讯分心得哦，我们其实这些资讯都有交给我们，你们期待去让这个老师收到这些资讯哦，所以我想我们也会努力的把大家的期待的想法或者一些意见反映的部分，都会在节目当中或者交给我们的一些来宾哦。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让我们的节目可以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再次感谢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
正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程小农。那节目一开始，我先向观众朋友们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台湾的作家范畴先生。各位听众好，小农老师好。我想我不需要再为观众朋友们多介绍在你们身边的这位范畴先生了。他最近有一本书《盖棺论定习近平》，这本书呢，在台湾可能可以帮助观众朋友们更多的了解中国海峡对岸这个中南海里面的这位掌舵的或者掌权的这个习近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这个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在民主国家从来没有人相信有什么英明伟大的领袖，但是在共产党国家，领袖被神化，而且权力不受约束，这是个很常见的现象。那么10年前习近平当总书记，官媒报道把他吹捧的说他有平民气质，这个平民情怀，贵族气质，说他是党的核心啊，等等等等。那他说到底，他是个血肉之躯哈，他有七情六欲，也有个性啊，他的教育水平还有经验等等。那个如果是他是个平民，大家没人关心。问题是历史把他放在现在这样一个位置上，那么现在他开的这辆中国这辆过山车哈，我们看起来是真的像小孩子坐过山车，忽上忽下。现在中国大陆有一个中产阶层最常用的词汇叫做迷茫，这讲得很委婉，讲白了就是绝望。所以范先生，我想要请教您啊，这个其实中国人对习近平的了解也不见得比您从台湾去看他看的了解的更多，因为中国人是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言论自由的，他们就看不到多少东西，在台湾反而能看到更多资讯。那么最重要的是台湾有言论自由，也有思想自由，那中国人是没有思想自由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很多中国人啊，会有一种在绝望当中希望说，最好现在在台上那个家伙是明君，明君将士啊，国之中心。那现在刚才我提到，现在中产阶层在中国出现了一个词叫迷茫，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已经知道说，好像不存在国之中心的机会，这明君明不明，他们也非常怀疑。那么如果中国没有这样的救世主，习近平也不会是救世主，那么可能是什么状况？那然后请问说，您认为现在中共政权维持下去，它最大的威胁在哪里？是那个默默无声的这个10几亿民众啊，还是这个几千万共产党员里头的一部分，还是中央委员会里的所谓的高层，或者再说甚至是中南海里面坐在那里上班的政治局常委们？小农先生，这个非常荣幸啊，接受您的这个今天跟您这个有聊天的机会。那么您刚才说的这一串呢，我想这是所涵盖的这个范围非常的广啊。那几乎从历史到现在，可能有一些观众对我不是太了解。我是在中国生活了22年，从美国过去啊。那么但是我出生在台湾。那么在中国经商了这个将近20年之后呢，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 run， 对不对？就是英文的 run 啊 ，run。那么我是什么时候论的呢？不瞒各位说，我是在中国在外界看来最辉煌的时候，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就决定论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一年同时发生汶川大地震嘛。对，我看到这个对于这个奥运的处理，还有汶川的这个处理，以及一些现象我就觉得这一个国家待不下去了。那么我花了4年的时间才把员工所有的客户一个一个处理好。所以呢，我真正的润开中国的时候是2012年。那么在我离开北京的出租车上，我同时在收听温家宝总理的那一场有名的记者会，他一直不肯结束。他一直拖了2-3个小时，要拖到有一个外国记者问他说：“薄熙来的事件怎么处理？”他一直
等到了这一刻，他回答完了，他才结束记者会。那么所以对于比较年轻的观众可能不知道那段期间的前后的险恶我只能说我们今天2022年所面临的这个险恶的状况不亚于那个2012年。那么习近平的上台呢，现在大家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全体中外的共识了，就是说它是一个元老院中共各派势力妥协的结果，是吧？觉得他这个比较憨不会造成什么害处。那么然后呢，这个文革之后呢，这个邓小平这个接下来呢，觉得红二代大概是暂时撑不住局面了，所以再用我台湾人常用的一个比喻来讲，就好像一个公司这个家族这个暂时出了问题了，所以暂时把公司的管理权交给所谓的专业经理人、市场派。那在中国可能就是团派，或者就是不是明显的红二代，没有血缘关系的。那么到了习近平这里呢，红二代觉得说红二代应该把江山拿回来了，所以所有的红二代呢，就是在薄熙来跟习近平中间就选择了习近平嘛。那么当然习近平后来的转变我们就这个大家现在都是看到了。那这里呢，我想因为长篇大论呢，我觉得也没意思，我想讲一个非常私人的故事，让大家理解一下。我刚才解释了我08年决定论，那么但是我2013年呢，我就知道了习近平要连任20年，而且我大概是全世界第一个把它写成书的。在2015年，我写了一本书，叫做《与习近平聊聊台湾和中国》里面我用了半本书描述他如何接下来，比如说成立国安委，做国家主席，然后怎么样1、2、3、4、5先收拾军队，那么然后呢，到了20大要争取这个继续连任。但是我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我前面有个前提，我说如果你做不到我讲的这个前提，你就会糟糕，你就会完蛋那这个前提就是说，你必须把中国的财政、中国的这个整个这个结构，换句话说就是做政治改革了那么结果呢，他这个大概应该也是巧合，因为结果他后来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我2015年那本书里的先后的顺序一点不差，就是唯一的差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去做我那个前提条件那么这也是今天我敢说讲出一句话叫做盖棺论定习近平的这个那我2013年我是如何知道习近平要连任20年呢全世界没有人知道，大家对习近平还抱以厚望。那个时候我对习近平也抱有某种程度的这个怎么讲期待的坦白讲。那么因为把这个信息传给我的人当时大概50岁吧，今年大概现在已经60几岁了。他是习近平的班子里面的一个怎么讲，就是外部人，就是不是体制内的人。他就跟我讲了很多这个暗示或者说他的看法，就使我达到了这个说习近平要这个继续要连续做20年的这个结论。但是呢，最后有一个小故事，这个是让我吃惊。各位听众，我在中国住22年，我在中国本土内我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他跟我讲了很多他对新加坡的看法，对日本的看法，对韩国的看法讲了一大堆。谈了6个小时之后，我问他，我就跟他讲一句，我说老弟你见多识广你出国去了这么多国家。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出过国。我说老弟你唬我你刚才跟我讲新加坡，你去日本，你去新加坡，怎么叫你没出过国呢？他讲一句话，而且是非常认真的一句话，把我吓到了。他说那哪叫出国，那些都是中国的，新加坡、泰国
马来西亚、东南亚、日本，都是中华民族中国的将来要收回来的。哦，哎，然后，所以然后再加上习近平在还没有上任的时候，不是在墨西哥的演讲就讲过说，哎，你们西方不要来指手画脚，然后他抱怨说党内竟无一人是男儿，对不对？对，他不是没有表达过。那么然后所以呢，经过了2年的这个怎么讲，听其言观其行哦，在2015年我就100%的确定了他要连任20年，所以才会有那本书。那这也是现在我这个我这个澄清一下，盖棺论定习近平，这个目前还只是一篇文章哦，还没有成书哦。哎，那么看样子要成熟了。哎，但是我想20大之后，不管是谁上谁下，都得成书了啊。那么这个呢，我就是说，我就知道了说。习近平这个人，然后这么多年来，你看他的施政，你看他的那个，他是一个，我把他形容成为一个什么一个有这个非常粗糙的信仰，而且有很强的这种怎么讲宿命论、目的论的信仰者。但是呢，知识不足，经验不足，以前也没怎么出过国嘛，不知道世界已经发展到了什么情况下，然后加上旁边的所谓的这个测试，我不知道是不是王沪宁先生了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给他灌输了很多的这个思想。那么然后呢，他又把一些这个毛泽东的某些的话又掺杂进来这个。然后旁边又有一些人，经济学家什么给他，或者战略学家给他出一些什么一带一路的，也就是说他把他的那个东西就融成了一套，他看到什么他都认为是支持他的那个目的的那个证据，您知道那么一直要到2020，那么这个现在这个COVID-19 其实我们就是以前我们讲的武汉肺炎，对不对？它的来源我们还不确定。好，我们不谈这件事情。但是这一场疫情对中国人的冲击力我们是看到了嘛，对不对？那么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整个这个权术的这个传统里面，就说这个英国人也讲，就是你永远不要浪费一次好的危机，对不对？所以不管是谁搞出来的这场疫情，反正打蛇随棍上，他就趁着这场疫情呢，就把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带到一个我称作为战时经济，就是战争时期的经济一方面对外表达说你看我已经然后对内呢，他用这个高科技，这个不只是过去的保甲法了，网格化的管理，就是封城、封路、封区、封楼、封门，他已经把中国老百姓的这个意愿、行动力的这个期望值已经压到最低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对外就是说你要打仗我不怕，对内的政敌就是说你要压我，你要跟我斗我也不怕。那么对人民当然就是说，你知道我可以把你搞成什么样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就是说是盖棺论定习近平的时候了，大致上是这么样一个大脉络。那范先生我想请教您就是哪里在海外这个有不少人，包括台湾，有一些人认为说习近平上任以后这个政策飘忽不定，但是我听您的分析，我觉得把握的相当准，包括您刚才描述他的这个从他的野心到他的对意识形态的信仰的理解，每一个用字都很准，那么实际上我从您刚才对他的描述，这个我的一个体会是，您认为说实际意义上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不是飘忽不，而是一点都不在一往无前的往硬冲
他从 day one， 他从第一天开始，他就是下定这个决心了那你看他的做法，所以为什么我2015年那本书里可以这么准确的把他的步骤1、2、3、4、5都讲出来。当然一方面是基于我对中国的了解，还有对于共产党的本质的了解，还有对于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权术的了解我知道他要怎么做才会比较瞒得过去了那么但是他到今天为止，我可以讲他所做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出乎我的意料的只有说他的程度，就是说你太快了吧或者说你这一拳打得太狠了吧，但是他的那个招数完全没有超出我2015年的那个书里面的那个脉络比如说他先什么呢，拿下军队嘛，是吧？从仲永康、徐才厚这几个人先拿下军队，就是中国枪杆子出政权，这个强力部门是一定要拿下来的军队。第二个什么呢？拿武警嘛，对，就是把武警从地方的手里收到中央嘛，收到军队嘛现在你看最近他拿公安了王小洪。那么等到拿公安的时候，就是说他要对地方这个，因为公安是地方供养的，在现在中国的财政这么惨的情况下那地方财政如果任由它往下走，习近平也知道地方财政是救不回来的了那么如果公安还跟地方的财政连得那么紧的话，那这个怎么讲，土豪就出现了嘛，就说地方势力就出现了。所以公安一定要有一条输血管，是从中央可以直接至少让你维持你的这个基本满意度的公安才不会和地方形成这个地方势力所以你看他这个步骤，然后他留到最后收拾的就是最后大概应该说大概从萧建华那个时候开始嘛就是收拾这个我所谓的银根子，就是枪杆子拿下来，笔杆子拿下来不够，现在他又把银根子拿下来了那么他从这个银根子里面，我想他从改革开放派这么多年来这个闷声发大财所能够收回来的，当然美国会没收一部分，但是我想他收个1、2兆美元回来现在正在挤嘛，对不对那像萧建华被他挤出了多少钱我们都不知道嘛，对不对马云被他挤出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嘛。那么我觉得他挤出1、2兆美金的问题是不大的，所以他整个的这个算盘就是说，即使你美国不跟我脱钩搞不好我都要跟你脱钩港币都不用等你搞不好再过1、2个月我就港币跟美元脱钩，然后港币就跟人民币挂钩了换句话说，他手上如果假设他成功的挤出来了1、2兆美金的话那么王岐山讲的那句话当然是配合习近平讲的我不相信王岐山本人相信了，他说这个中国人民吃草也可以吃1年，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上海封城就这次的全国封城的经验，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达到一个结论呢，就是至少中国的80后是不可能吃草吃1年。您提到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关系到前面我们讲的这个习近平这样一意孤行的往前推下去，实现他的所谓野心宏图什么的，包括您最开始提到的他的幕僚或者说智囊当中有人在幻想着把整个东南亚都吃下来那么这样的做法势必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大部分民众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会愿意为这样一个野心去付出多大的代价。您刚才提到一个王岐山那句话，吃草都能吃1年其实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人吃草吃过3年的，那是老一代的毛时代的对那个大跃进以后对。那么现在80后这一代现在是处在所谓躺平迷茫，
想润也润不走的状态。是，您刚才提到说他们吃草吃不了1年，那如果让他们看到了前景是吃草10年呢？您认为说习近平还能推行他的大雄图吗？首先我觉得您看哈，就是前天发生的事情嘛，那个蔡奇在工作会议报告里，后来北京日报出来道歉，说是我们搞错了嘛，说未来5年北京要进行这个疫情维持这个疫情管控嘛，结果全北京市民就哗然嘛，那么这个就代表不可能吃草吃10年，大家的这个脑袋里不可能接受的但是呢，在官方的宣传上，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呢，他是会一年一年拖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手法是太纯熟了。就各位在08年奥运会的时候，他一说北京要改成单双号出行车牌我马上就跟我朋友讲你放心了，以后就永远是这样的了。他只是借着奥运会之名所以这个他是太成熟了，就是说他就是要让人民吃草吃10年，但是他中间那个花招会不断的出来。那中国人也不是说那么容易被骗，但是呢，连骗带吓的，我觉得在这个至少在这个习的这一派的脑子里心里是有这个把握的那所以呢，这个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之外，还有这个统战的这一块呢。另外暴力的这一块，我觉得中国现在对人民来讲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路线呢，已经非常清楚了。我把它归纳成为3句话哪3句话呢？第一句叫做香港内地化，对第二句叫做内地新疆化，很准。第3句叫做新疆朝鲜化。对，那我有朋友驳斥我说老兄，你讲的太客气了，应该直接一步到位，应该是内地朝鲜化。很多人也这样讲那我不知道会不会那么快，但是至少我刚才讲的那个进程呢是这样的。那么然后呢，《纽约时报》刚刚出了一段纪录片，中国现在平均每一个人1个监控摄像头，单福建省一个省每一天的人脸辨识的照相是多少张？是25亿张。所以在这么严密的监控底下，加上上海封城的经验，对不对？连你上海最现代化，你这个最西化的所谓最自治的、最有自尊心的，我都把你收拾成这样了。那么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习近平不是没有底气的，虽然他现在面临很多挑战，他在我刚才讲他的一以贯之，已经布置了10年的这个路线上我觉得他是有底气的。那么如果是按照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您觉得说在未来的，比方讲习近平连任了，那么未来的10年或者5年当中，习近平将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他来想办法摁住这个老百姓心里边的那种不满，逼迫老百姓按照他要求的方向走，还是说把这个主要精力拿到对外来威胁周边国家？因为那个威胁一旦开始，和当年大日本帝国那个太平洋战争也差不了太多的。那么您觉得可能是对内为主还是对外为主？好，这个分2个层次来谈因为现在外面都在谈什么习下礼上谁下谁上的问题，对不对？那么我对中国的经济还有财政的看法呢，我基本上认为经过了这3年来的摧残之后那么我觉得中国的经济跟财政不管谁上来哪怕李先生上来，我个人我不是财经专家我跟您没办法比，我这个只是一个直觉的判断。我觉得不管谁上来，5年之内都恢复不了。对，那就是他那好，这是一个情况。好，那如果是习上来，那么
他肯定是两条腿走路，就是打一打右灯，然后全力往左转。就他开这辆越野车啊，他打一打右灯，全力往左转。是为什么打右灯呢？因为他还是希望外资什么，就是你不要跑光嘛，对不对？你台上你不要跑光嘛。但是他会全力的往左转，因为他的时间也不多他的身体也不好，他一定会往左转。那么他对人民，就是不管你叫他叫割韭菜也好，或者叫什么也好，他会尽量的去这个压榨跟收割，因为他永远要做一个准备，因为西方现在已经觉醒了嘛，他永远要有一个准备，就是美国跟西方，不管你习近平连任之后怎么表现，美国跟西方就是认定了要对你嘛但他这个准备是一定要准备好的，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一切的手段他会继续的做而且毫不会手软的那么他最不怕的就是什么整体人民这个起来起义甚至于我想他会觉得6·4都不可能再发生了，在他的现在的这个管控的这个体制之下，他只要把军队、武警跟公安让他们有饭吃就好了对他来讲，加上数字这个掌控的这个系统，然后现在整个金流，对不对你的钱根本是我的钱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想他是会要争取5年到10年去把中国改成他想要的样子。那什么是中国他想要的样子呢？那么这个我不觉得他脑子里有一个明晰的看法，他的知识跟他的见识都达不到他的这个很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粗糙的一个知识不足的没有见过世面的这个乡夫，换句话说也就有一点像我前面讲的那位跟我碰面的那位某先生他脑子里想的这个真的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是在现代的世界还有一个人比希特勒比史达林还要不懂这个世事这个是这么的无知跟狂妄，这个是很难想象的。但是你可以想象他身在深宫他旁边的人，我想凡是敢于说一点不同意见真话的人，这个早就淘汰光了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他连任的话，我觉得他是会一意孤行下去的。那个时候，那坦白讲就是要看国际上怎么来应对的，还有共产党内部这个我也不很期待，但是呢不能排除这种意外，就是内部就是有一些比较掌握了某些强力部门的人会出来做一些动作大概是这么个情形吧。我最近看了这个韩国的一部电视剧，讲的是从朴正熙到全斗焕，没错，军人政权，很棒。然后我就想顺着这个说一下，好，您看样子也看过是吧？或者说您了解这个？我没有细看，但是他在台湾取的名字叫做韩国的纸牌屋就是您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您刚才最后一句话提到了说有没有可能中国现在或者说将来发生类似的事件，也就是中国很多海外的人在议论的所谓政变，有没有可能发生和韩国当年几次军人政变？因为只有军人才能政变，对，拿枪的才能政变，没有错。会不可能发生那种情况？还有就如果发生，会是什么样的可能性？我常常讲说，政变在中国不会发生，因为在我的定义里，我是把政变跟军变是分开来看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强力部门的话，单独的政治上的操作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那么这里我特别关心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这个中国人或者华人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那因为大家现在谈到这个中共的这个解放军呢，都在讲吨位主义多少飞弹超音速航母这个那个讲半天，我就常常笑一句我说现在基本上还是枪弹分离了。就即使习近平把从军区从战区转到军区，基本上还是枪弹分离，对不对？所以呢，现在我插一句，您讲的枪弹分离是说共军的官兵，他们平常的枪械和他们的弹药是分属不同部门管，是吧？也就是说，共军有枪无弹药，扛枪上街的时候其实开不了枪。对，那么好，那么我们现在讲核弹，就是或者飞弹。所以我开玩笑的讲一句，未必100%正确各位但是这里面确实是有一些含义的我开玩笑的我说，核弹算什么导弹算什么？因为现在是子弹管导弹，为什么呢？中央警卫局负责所有高级领导，我想包括军队里面的高级领导的安全。如果能够把中央警卫局控制的非常好的话，那就是子弹管导弹。也就是说，你手上有1000颗超音速导弹，还比不上我的口袋里这一把荷枪实弹里面有子弹的手枪。那就看这一把有子弹的手枪是听谁的，对不对？对。所以会不会军变这件事情呢？在枪弹分离的这个情况下，哪怕是3个军区的军委都合起来，有用吗？对，就是说在子弹管导弹的这个原则之下，那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不止习近平了，我想不管哪一任领导人上去，大概都是懂得的道理。所以我对这不是说军变或政变不可能发生而是说如果发生的时候，比如说发生了一个小的一个某处你发生一个意外发生一个然后话传开了，我想这个宣传系统马上就会宣传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军队如果乱了，共产党就乱了，共产党乱了，中国就乱了，中国乱了，你连馒头都没有了。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不能排除可能，但是我个人是不抱以厚望。大概是这样。最后我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对在习近平这么一种状态下继续控制中国的这个前景之后，您觉得中国依靠它国内的状况去民主化，您怎么看待远景？好首先我是写过多篇文章我讲一个原则叫做中共不等于中国。那这个道理呢，很多台湾人听不懂，因为在他们的脑子里，他反中，他是把中共跟中国混在一起的。对于一般的台湾人，所以我就一直讲中共不等于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台湾人是认为国民党就等于台湾，对不对？你要敢上街举一个旗子叫做国民党不等于台湾，那么你就会被抓进去。但现在大家都懂得国民党不等于台湾了，这有什么了不起？民进党也不等于台湾，所以中共不等于中国那么所以呢，然后我个人对整个中共，不只对习近平，我对于中共这个 entity， 就是这个集权统治的机器我讲话不负责任，因为我也不是学者小龙先生跟您不一样那所以呢，我只看2年到5年我只看2年到5年。
那为什么讲？很多人说海外很多灭共啊，那么有些是说天必灭共，或者用道德论啊，或者用这个论那个论啊，或者用美国什么什么什么，我只看一个东西，它的财政，财政框架，就是说您的方法一样。哎，是我知道，所以我才敢跟您提。我也不知道听众听得懂的有多少，但我知道您是听得懂的。也就是说，他的财政，当他的财政到所有的地方，就是说财政都运转不下去的时候，中央也补给不上的时候，这个他的实质的统治他就只剩下一个东西的，叫做暴力。对，那么暴力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来判断依照中国社会或者说各个行业各个人群，比如说被整的这些企业家会怎么样这个中国一般人会怎么样，那么美国会怎么样，那么各地会怎么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比较准确的这个判断。所以我现在在紧密的这个追踪他的这个财政的状态，就是他的全身的血流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个他是如果非要讲的比较接地气、比较粗糙一点的话，就是如果哪一天你跟这个你家里有这个听众，你家里有这个解放军的这个什么弟兄，这个小士兵在那边抱怨这个吃不上饭了。或者有很多这个领不到工资了，打白条了，就是连部队都开始打白条了，跟老师一样。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做判断的时候了。那么至于说将来民主化，我觉得这个议题太大，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能够谈透的但是我觉得整个西方看中国，包括中国人自己看中国，中国人自己看中国看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伤感情；西方看中国看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究竟不生活在那儿，所以他看不到。就是说，西方老把这个中国共产党，他拿那个苏联共产党的来做类比，你知道，当谈到集权谈到组织结构他老是想到这个苏联共产党。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里面的中国传统的这个帝王术、帝王统治术还有这个各种的招数，那个里面的成分，我看是占70%以上比从苏联学来的要高出太多了。所以西方人不懂。那中国人不是不懂，很多学者大家都懂，对不对？我们看过去很多学者也都有讲出来，但是中国人因为感情上的因素，因为被洗脑的这个大中国、大中华，总觉得说这个不能没有面子。但是每一个中国人，你都应该要反省，你至少要把你脑子里，我今天不能讲不了太多，我只讲一个观念，必须从你脑子里去掉。这个观念过去在台湾在国民党有我已经骂了10年了。那么民进党因为是他一出生就看到国民党嘛所以他也脑子里也有一些了很麻烦。那么所有的中国人都有叫做江山观，就是打江山的江山。什么叫江山观呢？就是默认了谁打的江山就属于谁。所以共产党才会讲出那句话，你要江山可以给你拿3000万人头来换。这就是江山观。所谓的红二代，他觉得本来就是他的，我刚才讲的家族派是那个专业经理人市场派。所以中国人脑子里是没有民主观念的，他只求一个明君，他希望说谁上谁下，出来一个包公，出来一个妈祖是一个明君，还在期待明君。只要有明君，他对这个集权的统治他是可以忍受的。这个是中国人的致命伤。而这一点呢，你可以一半赖共产党，你也可以去赖到孔子都可以，我都没意见。但是呢，至少有一半要赖你自己，就是这个江山观
你如果不从你的脑子里去掉，你如果没有投过票，你这一辈子你没有投过票，你是不懂得什么叫做民主的所以呢，我唯一可以给海内外就是这个美国、中国、台湾的这个听众，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脑子里的江山观要去掉，这个是一个最大的毒瘤。如果人民脑子里的江山观不去掉，共产党倒了也会换一个名字，死灰复燃。哎呀，范先生，您这几句话让我感慨很深，语重心长啊。非常感谢。哪里，那个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和小农老师有机会交流，希望下次我们还有机会再来聊。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实际上是开了很多话题，是的，都还没有进一步有机会有时间再进一步聊下去。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会从今天范畴先生的看起来听起来是很这个流畅，但是里面有很多深锐的含义在里边。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会喜欢，会听懂，也会帮着我们向更多的其他观众朋友们传播。我们今天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到这儿。再次感谢范畴先生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提供非常精彩的评论、分析和很多启示、点拨。来，谢谢小农先生，谢谢观众。不会，谢谢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这个节目，再次谢谢范畴先生，我们以后再见。再见。再见。